生产当天，婆婆反锁家门，不让我去医院。她逼我拿出30万彩礼，不然就在家给我接生。最后孩子窒息而死，我也差点没命。鬼门关里走一遭，我一定让婆婆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肚子好痛，恐怕是要生了，快送我去医院。正在喝汤时，我突然感到肚子有种强烈的下坠感，还伴随着疼痛。手里的碗没拿稳摔了，泼到了婆婆身上，引得她大吼：“你得帕金森了！”连个碗都拿不稳，羊水破了，顺着我的腿流下来，肚子越来越痛。我扶着门框坐到了地上，捂着肚子，一身冷汗。妈，我要生了，你先送我去医院，快，马上来不及了。婆婆像没听到一样往房里走。我用尽力气站起来，拽住她的手臂。妈，你听到我说话没？送我去医院，我要生了。你拉我干什么？要生就生啊，我还能代替你生不成？婆婆瞪了我一眼，推开我进房间换衣服了。肚子越来越痛，我看东西都出现了重影，一通摸索中找到了手机，但老公潘晨东的电话一直没有接通。公公外出遛弯回来了，我决定冒险一把，自己出门找车。婆婆从房里赶出来，大喊：“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出去了！”我刚要出去，公公就按住了我。婆婆快步走过来，把门反锁，一下把我推倒在地。你不在家生，还想跑去哪儿生？我冷汗涔涔，面前是婆婆凶恶的脸。家里怎么生孩子？你们不送我去医院，我只好自己去了。让我出去！公公看着地上的狼藉，有些害怕。不送他去医院，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们那个年代在荒郊野外生的都有，他还是舒舒服服在家生的呢，就让他在这里生。婆婆按住我不让我起身，我拉住她的手几乎是祈求。不行啊，我肚子疼得太难受了，家里什么工具都没有，怎么生？妈，你快送我去医院，快帮我叫救护车呀！婆婆笑了一下，要去医院也可以，你把我儿子给你的30万彩礼还回来，我立马就送你去医院。拿钱来！那30万彩礼早用作房子的装修和添置家具上了，我存都没存，哪里能一下子拿出来30万？婚都结了，哪里还有让人退彩礼的？原来他死活不让我去医院，打的是这个算盘，想以此为要挟，让我还彩礼。婆婆瞪大了眼，那就是没钱呗，钱都被你独吞了，30万你竟然花得这么快，这才多久你就全花完了？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了，我又没有藏私，我要生了你们却让我还彩礼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？我声泪俱下的控诉。婆婆翻了个白眼，别在这边瞎话，快把钱拿出来，要不然你就在这儿生。看到桌上的手机，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，拿过刚要拨打急救电话，就被婆婆抢走。你还想打电话？不把30万拿出来，就算救护车到了门口，我也不会让你出去的。你赶紧告诉我钱在哪儿，我给你一条活路。我说过了，我没钱，你们让开，让我出去。我挣脱开婆婆的手往门口跑，婆婆拽住我的头发，把我往后扯，把她送房里去，让她在房里生。公公站在原地没动，胆怯地说：“算了吧，要是闹出人命就不好了。”什么叫算了？当初他拿我们家那么多钱，怎么不想想那也是要了我们的命？我们把30万拿回来给自己养老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难道不好吗？钱谁不想要？但是万一他死了怎么办？公公犹豫了，眼看就要被说动。婆婆啧了一声：“死了不就死了，到时候钱全归我们，
重新给儿子找个贤惠听话的媳妇，还有你喜欢的那个按摩椅，钱到手我直接买回来给你，你也不用天天跑去商场蹭了。公公彻底心动了，凑到我跟前来，儿媳妇啊，你也知道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妈说了算的，我说话不管用，你就听你妈的，把钱拿出来吧，别白白受痛，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了。再说你去医院还不是要花钱的。婆婆性格强势，公公耳根子软，什么都听她的。我说过了，没有钱，用完了。我坐在地上一阵绝望，婆婆不耐烦了，拍了一下公公，跟他废什么话，先拖房里去，到时候他怕了，不就告诉我们钱在哪里了吗？两人一人抓住我一条胳膊，把我往房间里拖。我扒着门框不肯进去，婆婆扣我的手指，你给我进去。公公在后面用力拽着我，我手一松，头磕到了床腿，脑瓜子嗡嗡作响。你这是何必呢？把钱拿出来吧！怎么为了30万连命都不要了？你不拿出来，受罪的不还是你自己？公公叹息了一声，好像很好心的在劝我。佛口蛇心，他跟婆婆也没什么分别，只是一个明着坏，一个心里坏，嘴上不肯直说而已。我说过我没钱，你们还要我说多少次？婆婆气急了，打了我一巴掌。你不拿钱是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也不用给你出医药费了，你就在这里把孩子生下来，我给你接生，把这笔钱省下来，还能吃顿好的，稳赚不赔。把他按住，我去拿点东西来。婆婆拿来一把剪刀，阴森森地冲我笑。我看电视剧里，孕妇自己生孩子都是直接拿剪刀剪脐带的，我孙子的脐带我可得亲自来剪。我拼命摇头，那都是假的，你不能乱来，这些东西都没有消毒，全是细菌，到时候会感染的。你走开，走开！什么细菌不细菌的，那都是医院搞出来骗傻子的，就是为了骗你们这种人的钱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把裤子一脱，等孩子生出来，我用这个把脐带一剪就完了，接生不就这么简单？婆婆说的云淡风轻，好像自己真的什么都懂。我胡乱挣扎着，但身下的痛让我完全没有力气，很快就精疲力尽，羊水不断往下流。婆婆嫌弃地捂住鼻子，我的妈呀，看得我直犯恶心。你能不能爽快点，赶紧把孩子生出来？说着，她伸手扯下我的裤子，浓烈的羞耻感浮上心头。我用手挡住，不让她动。你别碰我！婆婆冷笑，害什么羞啊？生孩子不都是要脱裤子的？把手拿开！她拽下我的内裤，我身下没有丝毫遮挡，暴露在空气里，遍体发寒。你根本没有专业知识，怎么接生？医药费我自己出，你们放我出去！你出什么出？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的钱还不是我们家的。咬咬牙就过去了，快点给我生！婆婆拿着剪刀跃跃欲试，公公按着我的手，我根本动弹不了，小腹的下坠感越来越明显，血汹涌而出，整个房间都是奇怪的味道，身上早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水。我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，湿漉漉的头发胡乱地贴在额头上，眼睛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。用点力呀，孩子还没看到影子呢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？孩子都不会生啊，这不一使劲就好了，你都没用力，乱喊什么？婆婆拍打着我的肚子，不仅没帮上忙，我的肚子还越来越痛。公公瞅了瞅，你到底会不会呀？要不我们还是喊医生来吧？叫什么医生啊？这都临门一脚了，浪费那个钱。婆婆对自己很自信，觉得完全没这个必要。我的嗓子喊哑了，双手抓着地板，手臂上青筋暴起。婆婆紧皱着眉，哎呦喂，看得我都着急了。孩子半天了，头都没露，剧烈的疼痛从肚子蔓延开来，刺激着我的神经。
一阵接一阵的绞痛感像潮水一样袭来，我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着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我大叫一声，使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孩子终于生了出来。婆婆拿着剪刀，咔嚓一下剪断了脐带，抱着孩子左看右看，喜悦万分。可算是生出来了，我就说吧，脐带一剪不就完成了，还要什么专业知识啊？都是狗屁！快让我看看！我大口大口喘着气，从婆婆手里抢过孩子，是个男孩。孩子的脸涨得通红，并没有哭。婆婆嫌弃道：“怎么不哭啊？难道你生了个哑巴？”“是啊，一般孩子出生都是会哭喊的，刚刚我也没听见有什么动静，怎么回事？”公公也纳闷。孩子躺在我怀里一动不动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已经没气了，生得太久，他已经窒息而死了，不知道哪来的力气。我发疯般挣脱开束缚，双手掐住婆婆的脖子：“我的孩子死了，你把他还给我，我要让你给他偿命！”我双手越收越紧，公公过来想把我拉开，但我死死掐着婆婆的脖子不放手。婆婆的脸涨得通红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无限的恨意在我心中燃烧沸腾着，理智已经消失殆尽。潘晨东推开门，满脸惊异，二话不说扯开我，身体失去平衡，我倒在地上，看着刚出生还来不及看这个世界一眼的孩子，崩溃痛哭。我小心翼翼把他抱在怀里，他的身体那么轻，连体温都不再能感觉得到。我妈差点被你掐死了，你是疯了吗？要不是我回来的早，现在看到的就是妈的尸体了。潘晨东的语气充满责怪，丝毫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。回来的早，我要临盆给你打电话求救的时候，你去了哪里？为了要回30万的彩礼，他拦着我不让我去医院，要我在家生。结果呢，我可怜的孩子就这么被他害死了。难道他不该死吗？我死死地盯着婆婆，恨不能将她千刀万剐。潘晨东这才注意到我抱着一个婴孩，他愣了一下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算把我妈掐死，孩子也活不过来了。他也是你的孩子，你就没有一丝的心痛吗？”我抱着孩子的手控制不住的颤抖，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是怎么能说的这么无所谓的。把孩子给我吧，一直这么抱着也不是办法，让他好好安息。葬礼的事还得我们来操持，你不要太伤心。潘晨东态度缓和了些，蹲下身要把孩子从我手里抢走。我紧紧搂住他，不肯撒手，仿佛这样就能把他留住。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点声音，就这么离开了，叫我怎么能不伤心呢？婆婆摸着自己因充血而肿胀的脖子，刚出生，身体就这么弱，就是养大了也活不下来，这就是她的命，她得认。还办什么葬礼啊？席子一裹，挖个坑，随便埋在哪里就行了。我抱着孩子走到他跟前，看着他一言不发。你抱着他凑这么近干什么？看得我瘆得慌。拿远点。婆婆往后退了几步，我要让他看清楚你的样子，到时候找你寻仇的时候就不会认错人了。你少拿这些吓唬我，有本事你让他现在回魂啊！我这么大的人了，我会怕他？婆婆叫嚣着，但躲避的神情还是出卖了她。婆婆退一步，我就往前进一步，是吗？那你别往后退啊！用正脸对着她。潘晨东不耐烦了，掰开我的手，把孩子夺走。够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他回不来了，你冷静点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他好好安葬。儿子，你当初给他那么高的彩礼，他没留一分，又是要去医院，又是要办葬礼的，我看是没那个必要。要是他能把钱拿出来，那就当我没说。婆婆撇撇嘴，事情成了这个样子，婆婆最惦记的还是彩礼钱。潘晨东，
当时装修房子的时候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说反正都是为了这个小家，用在哪都是用。我毫不犹豫就把钱拿出来了，这你是最清楚的。现在时过境迁，到你妈嘴里就变成我乱花钱了，你不解释解释吗？潘晨东没法反驳，当时我确实这么说过，但我妈不知道这事，才闹出这么一场误会。你别动气。婆婆到四周转了一圈，什么装修这么贵，要花30万的？我没看出来这房子哪里值30万了，你肯定是把其他钱黑了，还不承认呢。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扶额坐到床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提到彩礼就装柔弱，肯定是被我说中了。婆婆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潘晨东从外面进来，别吵了，还没吵够吗？你们？我看着他空着手，强忍不适走上前拉着他问：孩子呢？你把他放在哪里了？放在外面了呀。刚刚我已经给殡仪馆打电话了，一会送孩子去火葬，总不能一直放在家里。我扶着墙慢慢朝外面走，世界在眼前天旋地转，即使我再不情愿，也不得不接受他已经离去的事实。艰难走到客厅，我看到孩子被他随便用一张床单包起来放在了桌子上。我摸了摸他僵硬的身体，依依不舍地贴着他的脸颊，在他耳边喃喃：我可怜的孩子，你安心的去吧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走吧，该出发了。潘晨东伸出手，看我不肯把孩子给他，也就作罢了。刚怀孕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孩子取好了名字，如果他是个男孩，就叫他潘展乐，是展露笑颜的意思。可他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抱着展乐上了车，他小小的脸上开始出现一块块紫红色的尸斑。潘晨东看了一眼，慌忙移开视线。可别一会儿，有个什么味道染到我车上了。你把它包紧点。他加速车子。转眼我们来到殡仪馆，潘晨东登记完后，工作人员要将遗体进行存放。我深深看着展乐，把他的样子刻进脑海，终于撒开了手。我再也支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再醒来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我怎么晕倒了？孩子呢？潘晨东皱了皱眉，医生说你伤心过度，再加上流了太多血，要好好休养，不能情绪起伏太大。孩子还在殡仪馆，等葬礼过后就火化。我泪眼朦胧，眼前浮现出他的样子，没有说话。潘晨东端起一碗粥给我喝，喝点粥吧。我摇摇头，不想喝，没有胃口。葬礼还有那么多事情，我一个忙不过来。这个时候你就别闹脾气了，行不行？潘展东舀起一勺粥凑到我嘴边，他说的没错，为了展乐，我也得强撑下去。我忍着难受，把粥咽了下去，嘴里什么滋味都没有，只是机械性的进食。喝什么喝？一点小病小痛也要跑到医院来躺着？我看你就是装病。婆婆闯进来，打翻了碗，粥烫到了我的手臂。你就不会生病吗？凭什么觉得别人难受就是装病？婆婆冷哼一声，你那装可怜的样子可骗不了我。赶紧给我回家去，住在这一晚上多少钱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我反唇相讥，又没让你出钱，你急什么？婆婆挺起胸膛，我儿子的钱就是我的钱，走走走，赶紧的。医院的空气又不是神丹妙药，待着干什么？他拽着我下了床，我没力气推开他，只好任由他动作。一番拉扯，我们回到家。好几日我都恹恹地躺在床上，婆婆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消毒了一遍，尤其是我的房间被喷上了大剂量的消毒水，房里弥漫着一大股挥之不去的刺鼻味道。我不小心闻了一下，止不住的咳嗽。让你抱着他不撒手，这是染上阴气了，我来给你驱除一下。
婆婆拿着扫把重重拍打在我身上，嘴里念念叨叨。扫把扬起，使得消毒水的味道更浓郁了。我抢过扫把，挥在她头上。我们家身上毒气最多的是你，我看你才该好好消毒了。我学着她的样子，朝她挥舞着扫把。她被我打得嗷嗷叫唤，落荒而逃。隔天就是展乐的追悼会了。我穿戴好丧服，来到会场，麻木地听着司仪念着追悼词。婆婆在一边打着瞌睡，她原本是很不情愿穿丧服的，说是这太不吉利，还是工作人员说是近亲，要尊重死者，强烈要求她才穿。我悄无声息站到她身后，在她耳边语气悠悠：“妈，你是不是感觉很困很累，连眼皮都抬不起来呀？”婆婆瞅了我一眼，略带防备：“是啊，你突然关心我干什么？又在打什么主意？”我望着她的肩膀，展乐就坐在你肩膀上呢，你别动，小心点，别摔着他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发病了吧你？婆婆紧皱着眉，睡意醒了大半。真的呀，你看不见吗？不然你怎么会突然这么犯困？你没感觉到左边肩膀很重吗？我眼睛一眨不眨，说得惟妙惟肖，仿佛确有其事。婆婆缓缓偏过头，见鬼似的大叫着在场馆里乱跑：“有鬼呀，有鬼呀！”公公拉住婆婆的手：“你说啥呢？哪来的鬼呀？”婆婆满脸惊恐：“在我肩膀上，在我肩膀上，你看见了没？快把它弄下来呀！”“什么东西？你说胡话呢？你肩膀上什么都没有啊！”公公扶过婆婆肩头，只摸到了空气。公公摊开手，手掌上什么都没有，你看看，什么都没摸到，别自己吓自己了，真的没有，真没有。婆婆拿起公公的手看了又看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好端端的你吓妈干什么？潘晨东不悦道。婆婆意识到了我在挑事，扬手就是一巴掌。贱货，你敢骗我？仔细你的皮！看他这么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捂着脸轻笑，暗道总有一天会让他如数奉还。到了要上香的环节，我拿起3根香点燃，拜了拜，插在供台上，就快了。展乐，他很快就会认罪了。婆婆在我后面一个，满脸不得已地走上来，也点燃3根香。刚要插上去的时候，那香突然断了一根，烫到了婆婆的手。妈，你心不成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！展乐在怪你呢。婆婆听了我的话，身子一震，连忙跪在蒲团上磕了几个头：“孙儿莫怪，孙儿莫怪。”回去的路上，婆婆一直都魂不守舍，迈出殡仪馆的门槛还被绊倒了，磕得鼻青脸肿。去医院看看吧，你这别磕出个什么好歹来。公公扶着她起来，婆婆坚决不肯。去什么医院？没什么好去的，我好得很。在她心里，她始终觉得医院是骗人钱的地方，是诈骗窝点，去了就会钱袋空空。这么愚昧的思想，我看她以后生病了怎么办？婆婆的脸肿得像个猪头，公公再给她上药，拿鸡蛋给她的脸消肿。你也太不小心了点，脸肿得这么老大。婆婆捂着脸直叫唤：“轻点，轻点！”什么叫我不小心？我明明感觉是有人绊了我一下，看来我对她的暗示很奏效。公公嘴角抽了抽，又在说胡话了。上完药之后，他呆坐在沙发上，半晌没动。公公和潘晨东已经睡了。过了一会，他拿着衣服起身往厕所走，应当是去洗澡。厕所传来水声，我轻手轻脚关了电闸，屋子里一片漆黑，窗帘也早已经拉上，透不出一丝光线。我播放了一段音频，音频里是恐怖片里小孩的惨叫。我放在门缝处，凄惨的叫声在空荡的厕所里显得格外大，一声接着一声。婆婆吓得尖叫起来。我打开厕所门，看到她带着一身水坐在地上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婆
婆婆怔怔地坐在地上，你没听见吗？有什么东西在叫，好像是小孩的声音。我一脸认真地看着她，没有啊，你听错了吧？婆婆慌乱地四处张望，有啊，这么大声，你怎么可能听不见？哦，应该是展乐回来了吧？他一定是找你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会面了。我关上门，顺道把门从外面锁住。等婆婆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她拧着门，却发现自己出不去了。凄厉的惨叫不断回响着，无尽的恐惧将她包围。是你在装神弄鬼吧？我可不相信什么亡魂归来，那都是假的，是假的。婆婆念叨着是假的，好像这样就能说服自己，让自己不这么害怕。但一个人的心虚就是最好的催化剂，只需要再加入一点点外物，很容易信以为真。我打开闪光灯，拿起一个小孩模样的玩偶，放在厕所门玻璃上。玻璃是半透明的，借着光可以看到模糊的影子。随着我的手不断摆动，音频里传来小男孩的哭声。什么东西？你不要过来呀！过了一会儿，里面没有了动静。我打开门一看，婆婆靠着瓷砖吓晕了过去。不过我没有管她的打算，就让她在这里睡一晚上吧。第二天，婆婆冻感冒了，不停地咳嗽打喷嚏。公公端来感冒药，赶紧把感冒药喝了，好得快。我不喝药，感冒自己能好，喝药干什么？婆婆不爱喝药，总觉得是药三分毒，说药里面都有副作用，每次生病都是硬抗。话音刚落，一阵凉风吹来，她剧烈咳嗽起来，直咳出血丝，仍然不愿意喝药。又过了好几日，婆婆还是每天咳嗽，嗓子都咳哑了，鼻子也有些出血。公公看不下去了，劝她：“你还是喝点吧，这么一直咳也不行啊。”婆婆自己也受不住了，终于还是把感冒药喝了。感冒药里被我加了致幻剂。今天是展乐的头七，我们准备了祭品来拜土地公，带着纸钱来到展乐墓碑前。我将纸钱撒在各处，地上铁盆里的纸钱由婆婆来烧，可婆婆点了半天也没点着。这什么打火机呀？连个纸钱都点不着。婆婆把打火机丢在地上，往一边站。潘晨东不信邪，一手捡起打火机，一手捏着把纸钱，一点就着了。这不挺好点的吗？婆婆听得变了脸色，说是去上厕所，但一直到我们回去，她也没回来。到家才发现，她是借口上厕所跑回家了。婆婆蹲在角落里，看到我们打开门，突然站起来，发疯似的在屋内乱窜，好多东西都被她碰掉摔碎了，但她浑然不觉，一个劲的乱转，头砰的一下撞在墙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晕死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，整个人瑟瑟发抖，嘴里念着：“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知错了，我不该害死你，我错了。”这是怎么了？公公本想过去看看，谁知走到半途，他前几天买的按摩椅忽然震动起来，他以为是忘记关电源了，一看发现连电源插头都没插，顿觉诡异。展乐真的回来了，你回来也别来找我，这都是你奶奶出的主意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我不想这样的，这不能怪我，都怪你奶奶，她才是罪魁祸首，你要找就找她。婆婆的病更重了，不仅感冒，还有些发烧，整日的咳嗽，整个家都能听见她的咳嗽声。公公害怕被她传染，你就听我的，去医院看看吧。你这样子吃不好也睡不好，还天天咳，我也受影响啊。婆婆微微摇头，不肯答应。自从那天起，她每晚睡觉都会做噩梦，然后被噩梦惊醒，整日睡不着，变得憔悴不已，没有精神。后来婆婆整个人都烧迷糊了，烧成了肺炎，
还引发了身体里的其他病症，大口大口咳着血，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喊道：“送我去医院吧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怎么这么难受？快送我去医院！”可惜家里只有我跟他在，我狠狠打了他几巴掌。妈，你糊涂了，你不是一直都不愿意去医院，说医院都是骗人、浪费钱的吗？我让你清醒清醒，医院里的空气都有病毒的，你怎么能去那里呢？婆婆被我打得更糊涂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颤颤巍巍地举起手又放下。我笑着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你快要死了，这就是你的命，你得认。”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直到再也没有气息，不治身亡。我把她的尸体用席子一裹，随便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，草率地埋了。大家一致认为她身上沾了阴气，精神失常了，不宜举办葬礼。对于我这个处理，也没有多说什么。我在天上的儿子可以真正的安息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